我的建议是整理的费用通常不会抓超过70万。有些屋况真的会花到这个，因为变成说它的窗台也都在漏水，你是窗框干脆都重做，大概不要花超过70万啊。至于70万以下能多以下，什么50万、40万、30万、20万，那就要看那个东西的毛病有多大。为什么这70万我告诉你，其中的大概35万要花到哪里去？我现在讲你都自动带入去那个3房2厅，正3房2厅，因为我们中古嘛，我们用到高雄，我们大概都看正3房2厅。2房会少一点，但是也少不了太多。70万里头大概有35万，你要去配全屋的家具跟家电。全屋家具3房呢，我有一张表啦，我自己的表，就是客厅要什么，餐厅要什么，房间1、2、3要什么，那你也不用跟我要，你就自己看一下你家房间里现在有什么家具是必买的，这样就好了。我的表都就是直接抓IKEA因为我觉得 IKEA 还不错啊，品质 OK 啊，然后日后要是租客用坏了，他要赔我就赔 IKEA 大家都没整，都不用吵架。然后说房东都买淘宝，然后叫我来赔 IKEA 价钱，不会啊，就是 IKEA 那 IKEA 还不喜欢，那我会说那是那个租客的事情。掌握这3大要点，中古屋很难赔钱先说结论，3个要点：第一，地段好；第二，买便宜；第三，会整理。掌握这3点，你要赔钱真的是蛮困难的事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社宅会拉低房价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做好这3件事情，买中古屋必赚。这次我们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他是新加入的会员那就很认真问我，因为他是会员，我也很认真回答他。就他问说能不能推荐他几支影片让他能够尽快上车。那我想一想拍一集来讲好了你只要掌握这3件事情，买中古屋很难赔钱。我会尽量把用词都弄得保守一点，然后到时候被人家做文章买中古屋很难赔钱你可以把它记在心里，最好把它做成像条件反射这样，像我们现在一看就直接就评估，就是套公式了。好，来，第一个地段好，第二个买便宜，第三个会整理。我再重复一次地段好，买便宜，会整理那我们接下来细讲来，第一个地段好，你常看我的影片就知道嘛，我每次都要跟你讲说地段好就无敌了。为什么？因为地段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银行建价。银行建价顺利的话，它就让你好买，你日后再卖你也好卖是这样，而不是说一个乡下透天嘛，它地段不好，可是它超级便宜银行建价也见不到，变成说你为了买它，你可能要6成的现金去买，你就白白浪费掉政府给你的第一个人首购，它可以贷款8成的这个优势吧。银行建价好，地段好，银行建价才会顺利。那房子是很大的钱你建价低一点，你就要多掏出几十万到几百万那这样杠杆的效益就会变低。所以假设你现在很看好某一个地区未来的发展，但是这个地方的银行就觉得还好，不然就是这附近的那个实价登录样本太少，那你建价就不漂亮，你要掏的钱就会变多很多，所以这笔投资就变得没那么香。人家建价好的在那边买2000万，他贷款8成你买建价不好的对，你买1500万，可是你自备快要5成了，你说谁资金利用的效率比较高？那个2000万人他只要涨5%就好，他说抵得过你去涨到10%、15%好，再来是讲地段，第二个影响到的就是好不好租。租金是房子的生产力，就是房子赚钱的能力，租金高，房子赚钱的能力就高，这几乎是房地产的基本面所以地段好的地方你就不愁租嘛，然后你又花钱去整理装潢，你租金会拉得很高嘛这个就是就是这样那地段好的地方出租速度也会比较快，租金也比较容易拉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再来你要注意要买的比别人便宜。讲完地段以后，我们再讲第二个买便宜。好，那什么叫做买便宜就是你看你们做到你来扯全社区实价登录的后腿，例如说这个社区开价大概都是40你有没有可能给他买在35、36甚至以下又不是特殊交易这样。好 OK， 我知道这时候就有人在说怎么可能会卖那么便宜都是均价以上。对，我知道，可是现在有机会现在房地产吹冷风对不对？我也是很看市场我不是什么无脑多头房地产吹冷风，在前一阵子大概在5、6、7、8月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叫做开底合一，就是说
它开价多少钱，成交就那个价钱哦，这就是说明了市场有点过热，大家在怕抢不到东西哦，硬给它买下去。现在没有再听说所谓开底合一的事情了哦，市场已经明确降温下来。好，他说你现在你是可以谈的啊，你可以谈，你干嘛不谈？房地产那么大的钱，那要怎么买便宜哦？人家都买这个行情，你要买，那硬生生低人家很多，怎么弄？就是你买烂房子啊。什么叫烂房子？就是大家比较青睐的哦，都是已经装潢好的房子啊，不然就是空屋哦啊，这个照片一拍，那亮晶晶、干干净净这样哦，拎包入住，要不然就补家具店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行情均价，不然他要赚什么？那像我们哦更喜欢，除非瞄准一个社区瞄准很久啊，有出来我们就要吞了，不然的话，我很喜欢去看废墟啊，这个你也知道，你长期看我影片你就知道，就是我们一打开哦，女生一定是哈这种。那这我们最喜欢的，你不要说档案哇好漂亮，我靠，那应该也没有什么利润，没有什么搞头，会买废墟。废墟有杀价空间，为什么嘞？因为废墟今天屋主就是连整理这间废墟的钱他都没有要拿出来整理就没钱，所以整间房子啊，我们漏水壁癌就在那边，中途时间都不处理，所以一般人看到以后就觉得麻烦，他就走。可是我们没差反正我们买来本来也就是要整理，就是看有多严重，处理起来会花多少钱然后去跟他杀价。你要知道，我们整理一间房子你真的是，我说的是整理，不是装潢，就是把漏水、把壁癌都用好，然后电线换一换，然后有什么大的状况都把它处理一下，应该啦也花不到30万啊。结果他拿30万出来整理，我30万是我们自己成本就看那个漏水壁癌有多严重这样应该以下也，我只是要抓壁癌，我没有要动隔间，我没有要打瓷砖，什么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我只是修复而已结果他连30万他都不拿，表示他没钱他明明拿了这30万之后，他就可以当行情来卖，他也不要，那你去选这种房子但是这种房子反人类然后你打开你就说我靠妈的，这怎么处理？那就处理多间一点之后，你就熟了你愿意谈，他叫求之不得嘞，因为就没人要跟他谈了，而且房仲也会帮你说话因为他知道说你不买，他下一组不知道等多久才有下一组客人来看，所以他会帮你杀价。同样的，你今天发现房仲他也不帮你杀，那说没办法，这种好，那就是你看的房子太好了你要再往下一个等级，直到你可以找到一间你买起来确定就是如果这个价钱成交，我就是在扯全社区实价登录后腿那就 OK 了。这样的房子叫做你买下去，你要怎么输？你就比实价登录还低了一个层次。你要怎么输？那最后你要具备整理房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最难。整理房子的能力，因为它不只要求你要有技术你要会看嘛，你可以不用像我一样动手去弄你要会看嘛，你要能判断说这个东西要找谁整理要花多少钱，还有你要有时间你要有时间，就要比较闲的人大家工作都很忙所以这个整理房子的能力比较稀有。我们来谈第3点，会整理第2点跟第3点是有关联的，因为你买的房子就叫废墟，不然就是只差废墟一步断水断电下去它就是废墟了买那种东西那种废墟势必也要整理，所以你必须就有2个能力。第一个是你要知道这东西要花多少钱整理，好几样漏水壁癌这东西花多少钱整理。如果现在我的浴室要重做，那现在重做一间浴室多少钱？如果我现在看这个厨房的瓷砖很老气我要做瓷砖改色，还是我瓷砖要重做全室木地板通话，这都要多少钱？你要能够知道这东西要花多少钱整理第2个是控制预算。我们先讲知道花多少钱整理这个事情是你在出价之前你大概就要抓出来的，你要先抓出你整理的费用。这个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抓，因为那个房地产中古屋每个都是个案，而且各县市各公班又不一样。我跟你讲一个数字我是会害了你，因为你会拿这个数字去跟人家谈这个价钱，他可能比较便宜，听到为什么你报这个价钱？好啊，可以啊，可以做。好，你亏了，因为他明明更低可以做那你报一个价钱，他说不可能啊，现在没有这样，他没有骗你你又跟人家吵架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表达反正 know how 就是在这个地方嘛我可以给你的建议是不然你就去多看看房子不然你就是跟同胞打好关系。我现在问一圈下来大概大家身边亲戚你问一圈就会有人做装潢的啦那你就去问他，那可不可以教你估价，或是你确定要买你带他去看，他直接帮你估，就大概是这样。再来是严格控制预算，
就是整理是要上限的，你不要弄一弄哦，就整理的费用上去，跟你去买同一个社区其他房好好的房，不差不多，那就不必要。我的建议是，整理的费用通常不会抓超过70万。有些屋况真的会花到这个，因为变成说它的窗台也都在漏水，你是窗框干脆都重做，大概不要花超过70万啊。至于70万以下能多以下，什么50万、40万、30万、20万，那就要看那个东西的毛病有多大。为什么这70万我告诉你，其中的大概35万要花到哪里去？我现在讲你都自动带入去那个3房2厅，正3房2厅，因为我们中古嘛，我们用到高雄，我们大概都看正3房2厅。2房会少一点，但是也少不了太多。70万里头大概有35万，你要去配全屋的家具跟家电。全屋家具3房呢，我有一张表啦，我自己的表，就是客厅要什么，餐厅要什么，房间1、2、3要什么，那你也不用跟我要，你就自己看一下你家房间里现在有什么家具是必买的，这样就好了。我的表都就是直接抓 IKEA 因为我觉得 IKEA 还不错啊，品质 OK 啊，然后日后要是租客用坏了，他要赔我就赔 IKEA 大家都没整，都不用吵架。然后说房东都买淘宝，然后叫我来赔 IKEA 价钱，不会啊，就是 IKEA 那 IKEA 还不喜欢，那我会说那是那个租客的事情，请他离开。35万左右，真的你正3房2厅你要怎么配4台冷气？好，然后窗型大概都换成分离式，那牌子就看你要挑多好，我这边都会是国际牌，这样你知道就去了多少吗？然后洗脱后冰箱热水器这些东西换一换，再加上全屋的家具跟家饰。家具是指你房间要有床吧，床要有床架吧，要有书桌吧，主卧要有化妆台吧，要衣柜吧，这些东西弄一弄。家饰是指说我们不会孤零零的床垫放在那里，我们就真的会把床包都弄好，那个都 IKEA 都新买的就把它装一装就这样。我先说这是我的流派我们就是做成这样那你也可以空屋出租啊，这都看你，只是说我就认为说房客付房租，人家也是辛苦某种程度来讲是我们衣食父母我能力所及，我用好一点就用好一点就这样。我自己还没用到全屋 IKEA 那么好的不过也没差了。好，IKEA 的东西你说不耐用你是要多耐用？它就那个价钱，你是要它多耐用？你是要它撑个20年不会坏不用我们大概就撑5年中间坏了可接受坏了就坏了就买新的所以我觉得撑5年 IKEA 应该都做得到，除非你的那个地方条件特别的奇怪，比方说很潮湿很怎样，不然的话正常使用 IKEA 撑5年哪有什么问题？会狂说 IKEA 很烂有问题，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们好像都是路边家具行比较多你光家具家电你大概就要花掉35万我说真的如果你像我一样都用比较好的，那你剩下30万去做那些东西差不多啦那帮你做这个的人也没赚到什么钱那就这个费用你就不要再想说隔套了70万是我现在我自己抓的，你看它有没有比装潢便宜？有吗？装潢大家随便一抓就是100万以上，因为你要打瓷砖，你厕所要重做，你要封天花板怎样你70万整理到看起来干净像IKEA那个很好出租，家具家电都是新的，又可以拉高一波租金，其实也是不错了我想讲的就是你整间出租整理的费用要去控制不要是超过那个70万。如果你买的房价再加个70万，结果比你买那个全新装潢然后同个社区价钱你这样花下去还比它还高，你不如去买那个全新装潢，对不对？你看我们自己在花在整理，在那边东弄西弄这样子，我们做的事情叫整理我们要卖之前还会再大装潢一次因为是5年嘛。我们在买废墟，一个坎都是100万以上，对没有跟你便宜100万，我为什么要买因为你是废墟，我们要整理的所以这个坎都是100万，然后在整理上限都会出来，所以还好啦，真的是还好，我们就做这种事情就好。这个也不是什么江湖一点诀，这不是大家都会你想一想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说真的有办法去有能力去执行的人很少，即使有能力去执行的人，他也做1间2间就跟我一样就没钱了那就不会说市场中好几百间他都这种方式去做，除非他怎样，他有金主嘛，他募资，你有能力去募到那个钱你有没有能力去找到那个金主，那种等级的金主，或者你加的钱，你不会来做住宅房子，因为你觉得这个太麻烦好啦，讲了那么多当你要买的中古屋能够同时具备我说的3个条件，第一个地段好，第二个买便宜，第三个你会整理，形成的局面是什么？
你买这间房子，第一个地段很好，大家都抢着要租；第二个买的便宜，因为买废墟嘛，你买来到时候你卖行情都很 OK 都无伤，甚至还赚钱了。那你愿意在大装潢下去，你就可以卖实价登录以上。第三，会整理，你就控制好预算你要会判断就这样。买这间房子很难去赔钱，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发生赔钱的事情，就是你的租客跳下去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做好这3件事情，买中古屋必定赚钱。那讲这3件事情分别是地段好、买便宜跟会整理。首先地段好的房子建价才会顺利，我不会说建价高而是说银行建价顺利，它都有最新的实价登录可以参考那你的贷款就顺。它不会说你买这个社区它去调附近的实价，你那个社区上一笔实价登录1年半以前，你那个附近跟你差不多房型的最近的实价登录8个月以前，所以你建价就会很不顺利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你建价顺利，你杠杆的效果才会好你要出租或你要出售也都会很容易。再来买便宜，你应该要买到全社区最便宜，不是叫你这个去跟房东嘎嘎乱杀，你杀他干嘛就是买废墟就是挑那个都没人在住都没人在管的房子，越糟糕越好，因为你有能力整理，你就是废墟啦，你才有机会买到全社区最便宜。最后是会整理会整理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判断说整理这个东西要多少钱。我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一间房子工种很多，真的很多。我自己看过处理过的，就有那个佛堂，你知道，就是在家里拜拜，那上面不是都熏的到处都是嘛，就是那个黄然后那个黄除了熏到墙，还有天花板。我不会说人家外行，就是其实那很好处理超好处理那不是一种什么漆去处理嘛先喷一喷，然后擦干，可是这个东西你再跟人家杀价，你就可以垫一个价钱去杀，这真的要处理起来还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不起，我们整间天花板拆掉重做拆掉重做怎样会便宜？你自己去钉对就是那个钉枪你要很小心就自己去钉那个的难度叫做你看人家做一次，你都感觉你会了剩下的都是练习跟不要受伤。我现在就在弄这些东西自己有能力去整那 OK， 你一定省最多钱，甚至你不需要跟人家杀到多少钱因为你打算自己去整理，那个都没问题。但我会说我们这种做法是有上限的，因为你一个人你整理不了多少房子，你大概你这一辈子这样陆陆续续又买又卖，你手上同时维持个10几间房子，大概就是你的极限了。因为整理房子这件事真的蛮累的真的蛮累的。那只要你买的房子同时具备了我们提到的3个要素，你买了以后很难赔钱。你要赔钱超难，要赚钱附近有什么重大建设新闻你就飞上去了就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
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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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这真的就是八卦，跟那个上面提到都还好就是说屋主自售你就去买因为没有房仲在那边跟你做什么物品点交什么有的没的，结果那个交付的时候买方很傻眼，因为冷气瓦斯炉抽油烟机什么都被屋主拆走就这样仲介还是有仲介的功能在加码这个八卦就是说我去看过一间房子也是在高雄很不错它就是所谓的精装潢，我们会看嘛，我们这个是投资客买来大整理过要来创高价的，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就你一个社区你要感谢这种投资客，因为他才有办法把你的社区整个往上拉一截不要怎么大家都烂烂的，然后拿出来卖都废墟你那个社区烂烂的这样好，还创高价真的是很精美，一走进去哇，这个装潢风格有气派到那个沙发那个皮沙发选了跟那个黑道的堂口差不多了，我看所以我看现在这个投资客应该中年集团，他就觉得说安内就好看就霸气我就说哇，你这拿来黑道堂口泡茶桌子，这不重点，就是哇，整件是精装修，花花草草都摆上去了好，那我就问了一题这个如果我买了到时候这些家具家电全部都给我吗？那中介就说你内行全部都会拔掉就会这样为什么？那样品屋那样品屋摆着，他那些固定物留给你而已，其他的沙发茶几床包什么的通通都会撤走，请问他要去哪？他去摆下一间对不对？很屌对不对？投资客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能说他无良还是怎么样，就对这个我没有一项一项跟人家点交如果你要买可以那个算钱一个东西多少钱，一个东西多少钱，他列个清单剩下搬走拆掉搬走，连冷气都拆。我们不会说怎样我自己在做那个
精装潢哦，其实我也怕的。我怕什么？我怕的是我选定了一种风格，结果后来出得起价钱的买方他不喜欢，我就跟我说啊，可是房子是不错啦啊，可是这个沙发我不喜欢呢，不喜欢你把它换掉啊。可是这个沙发会不会算在总价里面？那我要扣多少钱哦？就会有这个情况哦。可以的话，我也是希望是我一做就命中买方会想要住的，但那怎么可能嘛？买方百种，所以说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可以谈的。我自己之前的做法是说，好，那这整间的家现在是摆好看了，我们直接讲，我之前现在摆好看，你看那个书都是假的，拿下来哦，当原文书就IKEA里面会摆的那种哦，这都讲，虾皮有卖，这都讲如果你要喜欢哦。整间的那个家具哦，就5万块给你，好，就这样，就没有人要，对啊，他们还是喜欢哦，全部撤走，然后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哦，那也很好哦，对，那些撤走之后的东西怎么办？去摆下一间哦，结果回过头来，我好像变成当初的那个投资客，我没有是要骗人家出高价，然后我要把东西搬走，像那个新闻一样，而是会沟通很清楚说。我怎么知道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我们只是摆给你看说这边的沙发摆3人座就好，你不要再摆 L 型，因为那个空间的关系会太局促或怎么样，摆给你看。对哦，那后来还依然有遇过几组不谅解的买方，他就觉得说哦，怎么用骗的？我们要骗你的意思啊？你要我他妈便宜就几乎是半价要卖给你了。对啊，还是不喜欢哦。那一对夫妻在买，还是喜欢说。即使摆起来很漂亮，还是全部搬走。但冷气我没有装了哦，我没有，因为冷气这个也是麻烦。我一支会员影片有讲，装潢要注意什么？冷气你在卖房子的时候你不要装。我们现在这一票人我们都这样，为什么除非是之前出租的好好的留下来，不会特别去拆掉。但是你是全部重新装潢，比方说以前的窗型你把它拆掉，那个新的冷气你先不要装上去，因为冷气的牌子好多。你今天装国际牌，他跟你说不行，大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大金。好，你装大金，好贵的就给他上去了。他就说可是我比较喜欢日立哦，这麻烦死了。所以我们就留一个收笔哦。如果他要砍价就给他砍哦，这个钱就是让他去买冷气用的哦，就这样。然后家具摆好看哦，然后他不喜欢我们就是撤走。他喜欢哪些东西要留，他要留就留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操作。我们没有要做那么无良的事情，就是我骗你买，然后我把家具全部搬空。这就是沟通没有沟通清楚。像我们会看的，我们去看精装修就会先问了，这个家具会不会留？不留的话，屋主撤走，还是要买的哦，就直接这样子问。讲这干嘛啊？好了，我来硬扯回今天的主题好了，就是说你拿到一间废墟，如果你有本事把它全部精装修到好像5星级饭店，好像建商的样品屋一样，你是废墟哦，变身成那个，那就会得到几个字，叫做活该你赚钱。对不对？活该你赚钱这种钱你不赚谁来赚？就活该你赚钱就真的是这样啊。但是现在因为卡了那个房地合一的税制嘛，如果你买进来你就大装潢你买废墟大装潢你就要卖45%，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等一般来说要等用大装潢就很奇怪，因为你要隔5年嘛算了，这个以后我留到会员影片再详细说，时间的关系。总之，我再重复一次，你今天什么都忘了都没关系你就掌握这3点就好。地段要好，要买了便宜，要会整理。那这里头，我个人认为最难练的是第3招，你会不会整理？这是要有钱又要有闲的人才有办法去了解，不然你还是要给包淘去弄，然后包淘就会垫一个他自己的利润有没有不行？这都合法只是说。就会影响你获利的表现那我们因为最近的时间比较多我们就自己去加减弄蛮有趣的，累也是真的累，但是你看一下省下来的钱确实是很可观，这样给你参考。